我是狒狒，我们正在背包环游东南亚，环球旅行之东南亚下篇第一站，我们来到了新加坡。我们来到了亚洲最发达的国家新加坡，也是世界上另一个华人为主体民族的国家。新加坡人均 GDP 9万美元，高居亚洲第一。整个国家或者说整座城市，如传说中一般是座花园城市。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无数的跨国公司云集于此，在城市核心地带，摩天大楼林立，每一个来的游客都会感叹这里的繁华。除此之外，新加坡的发达也体现在其他方面。整个国家遍布植被以及水源，因为高科技灭蚊，蚊子却极少。水循环系统大范围应用也是国策之一。新加坡的法规也较严，闯红灯罚款，投喂野生鸟类罚款，在食客吃饭后不收拾餐具也要罚款。来这里旅行的朋友还是要多加留意。但是我们倍感艰难的还是这里的物价。新加坡人均收入近3万元人民币，所有物价都比中国高不少。用人民币感受新加坡物价是怎样的体验？酒店10平米600元，可乐3听50元，矿泉水2瓶30元，地铁2个人1天100元，食阁简餐2个人1顿饭100元，浪淘沙捷运2个人50元。我们2个人在新加坡穷游，一天只吃1顿饭就要花掉1000元人民币。在新加坡旅行，我们最大的结论就是新加坡不养闲人。下面和费文涛开始今天的新加坡之旅。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新加坡一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这里是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唯一一个以华人为主体人口的国家。在这里呢，华人占到了总人口的70%以上。大多数都是早期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下南洋谋生的中国人的后代。此外呢，新加坡也是世界上除中国外唯一一个将汉语定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在这里呢，走在大街上，随处可以看到中文的汉字儿，也可以听到人们用普通话在交谈。所以呢，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对新加坡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老婆，你知道不知道？你以前总问我哈，最喜欢的女明星是谁？今天我给你揭秘一下啊。他就是一位新加坡人啊，是曾经新加坡的国宝级演员，叫范文芳。你真的暴露年龄了啊！上学的时候，小的时候嘛，因为在小的时候，我们这边有很多港台啊，还有新加坡电视剧很流行嘛，所以呢，范文芳当时演的《神雕侠侣》啊，还有《一路风尘》啊，就在国内特别流行啊，我们也看了很多。确实是很漂亮哈，我们从小也是熟悉很多新加坡的演员啊，还有歌手，像这些年非常火的 JJ 啊、孙燕姿呀，这个冷门歌手啊，对，冷门歌手我们都是很熟悉的，所以对新加坡真的是有一种从未来过，但是又很熟悉的感觉。那除了这种天然的情感上的亲近感，新加坡呢这些年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也非常吸引我们。新加坡呢是亚洲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全世界这个人均 GDP 常年排在前几位的国家，也是截止目前为止唯一对中国免签的发达国家。所以呢，这个很吸引我们来到新加坡，亲自感受一下这里的繁荣。Are you local？ 你是本地人吗？不是，我是中国人。哦，我们也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哪里的？对的啊。哪里的？上海的。哦，上海好玩吗？这儿？感觉还蛮好玩。蛮好玩的。跟上海比怎么样？跟上海比，感觉这里物价还行。物价还行。物价还行，比上海是不是稍微高一点？高，温度高一点。温度高，价格也比较高一点。价格也高一点啊，对，啥都高。啥都高一点。GDP 指数应该也高一点。对，你觉得这边人怎么样？这边的人，我没太看到本地人啊，估计一大半都出去旅游了。一大半都旅游了。你觉得这边人友好吗？友好，挺友好，我们也觉得挺友好。这里可能就是本地人华人为主，所以你看起来跟中国人很像，对，是吧？对，所以有时候也不太能分得清他们是新加坡人还是中国人。对，是的，这真的。反正分辨中国人的有一个方法，就是看他们用不用快点。哦，好厉害，已经分辨出来了，太棒了。那我们来到新加坡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网络上一直有很多长期支持我们的新加坡粉丝朋友，所以呢，这次我们把新加坡作为我们环球旅行东南亚下篇的开篇之作，也是希望以我们的视角来带大家了解一个真实的新加坡。前面就是新加坡的地标建筑鱼尾狮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了解一下新加坡的古代史。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呢，新加坡一直是一个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小渔村。那这里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啊，当时呢，这里已经有土著居住了。那最早见于文献史料记载，大概是在中国的三国时期。当时呢，东吴有一个将领叫做康泰，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吴石列国传》，里面提到了这个地方。在公元8世纪到14世纪呢，新加坡这里是被纳入势力佛氏王朝的版图的。在14世纪的时候呢，来自苏门答腊的势力佛氏王子，他在登陆新加坡岛的时候，在岸边发现了一头非常像狮子的动物，那他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狮城。那在当时的梵语中狮子是 Senga， 然后城市是 Pora。那这个新加坡现在的国名 Singapore 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狮城。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鱼尾狮的下面在新加坡呢，鱼尾狮其实是象征着吉祥如意。同时呢，狮子身上的这个品质，包括像聪慧、勇气还有力量，也被看作是新加坡人精神意志的代表。那现在呢，鱼尾狮已经成为了新加坡最著名的一个地标建筑了，全世界的游客络绎不绝，都来这里打卡拍照。这个鱼尾狮天早上的7点一直到凌晨的1点，源源不断的在喷水，然后有很多游客都是起个大早，在5、6点的时候就等在这里，来接这个鱼尾狮每天喷出的第一捧发财水。老师们，你们看现在这个鱼尾狮前面非常多的人但是我跟大家讲，在鱼尾狮的对面还有金沙帆船酒店。哇，看起来很漂亮这个我们住得起吗？估计不行了。多少钱啊，婆？500总能拿下吧？500是哪个货币？人民币。人民币估计不太行吧。揭晓答案吧。这个金沙酒店呢，现在从网上预定的价格是3500元人民币左右。然而呢，未来的10天还都订完了，根本订不上。可见呢，这个地方受欢迎的程度涛哥，你知道这个金沙酒店造型的意思吗？不知道，感觉像一个帆船。对，它上面就像一个航母或者是船舰那样的造型，下面呢，刚才于大哥说就很像那个3炷香，然后供起了一个这样的帆船，因为外面就是这个新加坡海峡嘛，同时也是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呢，现在的这个新加坡呢，其实在全世界的经济中，它起到了这样一个位置是十字路口，然后经济上是中流砥柱的这样一个作用，并且呢，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象征新加坡在经济发展方面的野心的他们就是想做全世界经济的领航人。对，老婆，你发现没？那个建筑刚才于大跟我们讲，它是聚水的，可以聚财。对。然后这个3炷香也有保平安，就感觉新加坡的文化跟那个中国文化有很多共同点就是还是会把一些这个美好的寓意和祝福，去把它寄托在这种建筑的造型中，就能感觉到两国人民是有那种血脉的相连对 ，We share the same blood。涛哥，我也来接一盆水你把那个机位挪一挪。好，我手就放在这儿了。给大家接一盆发财水。接到没？接到了。好，我的这盆发财水见者有份对。然后呢，好像这个女孩子还有一个来这儿的标志动作就是洗头。鱼尾狮这边真的是全是游客来打卡的圣地我的妈呀！全世界的姑娘们都在这拍照。大哥，这边这么多的人，这都是游客还是本地人？有些是游客，有一些是客工。客工就是那种劳工，对吧？对，劳工。像他们这种南亚裔的都是劳工吗？对，南亚裔的劳工，还有就是菲律宾的，还有缅甸的那些劳工，他们星期天、星期六都会过来，聚会，可以讲说聚会。还有缅甸的劳工对，有缅甸的劳工。那他们这些劳工，这薪资是统一的吗？不一定，看他们做的工作性质。1000新币到1000多新币，有能到2000新币的吗？就是说可能那些比较难度高的可能会到了。就比如说那种高危工作，高危工作可能建筑那些。但是他们工作时间会比较长。所以这跟我们一样，我们在西安也不去景区的，一般都是游客来这种景区对。所以到这儿基本都是游客了几乎都是。我们继续说历史14世纪的时候呢，随着势力佛氏王朝的衰落，新加坡这里又先后被爪哇和暹罗等国统治。16世纪的时候呢，又被葡萄牙海盗一把火烧毁。再后来又成为马来柔佛王国的一部分。一直到19世纪初，英国人来到了这里。1819年的时候呢，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莱佛士爵士来到了这里。当时的新加坡还只是一个小渔村，但是咱不得不说，英国人的眼光还是很好的。莱佛士呢，当时就发现新加坡这里是一个天然的深水良港，并且呢，新加坡的战略位置也非常重要。在他的推动下呢，新加坡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和自由港。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成为了当时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商贸枢纽。
可以说呢，在英国统治时期呢，是奠定了现在的新加坡的基本的城市框架。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莱佛士当年的登陆点啊，但是它那个登陆点并不在现在的这个河边儿，因为现在我们采的这些土地都是这些年新加坡填海造地造出来的，而当年呢，在200年前，莱佛士登陆点其实要靠里边一点的。大哥，这个就是以前国外那些商船从那儿进口，从那边，然后从那边进来哈，到这边去里边登陆哈。登陆。我们顶着新加坡的大太阳啊，正中午走了大半天，终于找到了当年莱佛士爵士登陆的点了。这个地方真是不好找啊！这里有一尊这个通体白色的雕塑，这里还有中文啊，这个中文写的是莱佛士爵士在1819年正月28日于此历史性地点首次在新加坡上岸，并以其才智与远见改变了新加坡的命运，由一个默默无闻的渔村成为一个大海港和现代都市。所以呢，就把这个莱佛士爵士的雕塑立在了这个河港的边上。但其实呢，我们看地图的话，这个登陆点还并不在那条大河的边上，而是呢在比较靠近内陆的地方。这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新加坡很多的土地的面积都是这些年填海造地来完成的。大家都知道呢，新加坡的面积是很小的，但是究竟有多小呢？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概念。新加坡的国土面积是733平方公里，大致相当于广州市的南沙区，还有佛山市的顺德区，并且呢，这个面积还是这么多年填海造地来扩大来完成的。那在1965年新加坡建国初期，整个国家的面积只有500多平方公里，也就是说，这么多年填海造地已经给国家新增了22%的土地面积了。新加坡的国土东西的长度是50公里，南北最宽处只有25公里，可以说是非常小了。如果在新加坡开车的话，一脚油门踩下去，基本上就到头了。正是因为新加坡比较小呢，所以新加坡全国是没有划分省市的。国就是城，城就是国，新加坡岛就等于新加坡市，就等于新加坡国，只是呢在城市内部划分了社区。刚刚我们提到了新加坡其实是1965年才建国的，到现在呢非常年轻，只有60年的历史。我们最近特别幸运啊，正好赶到了新加坡这个60周年的国庆，然后我们昨天很幸运的在这个滨海湾这里看到了烟花表演，还有这个空军机队的表演。从1942年开始呢，新加坡又被日本占领了3年，在战后呢，新加坡又重新的被英国所统治，一直到1959年，新加坡终于取得了自治，首任总理就是李光耀。那在1963年，新加坡曾经短暂的加入到了马来西亚联邦，但是时间很短啊，仅仅2年之后，新加坡就被逐出了马来西亚联邦。当时呢，有一个画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就是李光耀总理眼含着泪水宣布新加坡被迫独立。在莱佛士登陆点的旁边呢，就有很多历史性的建筑，比如刚才那个，还有这个就是新加坡以前的老国会。我们往前走呢，还能看到新加坡现在的新国会。这里的话就是那个新加坡河口，那些以前旧的驳船全部会停靠在这里。就楼梯那里对，停在楼梯那里，没错。然后那里下货，然后那些就是我们中国南来的那种客工劳工就在这里上下货。现在的那些建筑都是房子改造成的啦。以前就是仓库那些商行都在那一带。是，所以说这个新加坡被就是重新整治过，就变成现在的样子了。对，不然以前很脏。在这边就能感觉到新加坡的历史和现代那边就代表历史，现在代表100多年后的现代现在的新加坡。刚才大家看到的是新加坡的旧国会，这个眼前的呢就是新加坡的新国会大厦，特别的漂亮啊，既有现代的那种建筑的风格，又有古典的建筑的风格，是这种融合的风格。那于大哥，他这个是不是就现在的领导人，像你们新加坡的领导人，就是总统总理都在里面办公？对，办公开会都是在里面。马上就是新加坡的国庆了，所以这个国会现在外面进行一些施工，重新喷漆什么的。对。然后这个新国会的后头，你看那个楼的尖儿，那个是我们刚刚看的旧国会的。是的。那个楼顶。于大哥，那个老国会大厦就是以前英联邦总督府是吗？对，没错，就是那个总督。新加坡这个主城区虽然不是特别的大，但这边到处都是这种历史的建筑。看旁边很多高楼在高楼中间呢，就有一个我们于大哥刚跟我们讲，它是个钉子户。这最早应该是英联邦时期的时候，英国殖民时期的时候一个市场是吧？于大哥？对，一个市场。现在就变成小市中心了这个建筑在这里真的好独特。
对，很独特，就是激励鹤群，激励鹤群没错。有什么好吃的？于大哥里面？里面有海鲜啊，有竹草啊，还有那个拉萨之类的咯。就是当地的好吃的。当地的小吃。行，咱们尝一尝去，走。走吧，去这里解决下午饭。对，一天水米没打牙呢哈，太可怜了。于大哥跟着我们也不容易啊，特种兵旅行。其实我们这个角度还是挺好，能拍到整个新加坡的纵深的感觉哈。你看这个楼特别的多，而且站在这个地方非常凉快，因为这个楼中间有个特别狭窄的通道，跟一线天一样，它正好是个风口。风口啊，在新加坡这边过红绿灯真不容易啊！别人都在闯红灯，我非得是新来的初来乍到，不敢闯红灯。对，我们每天都小心翼翼，各种害怕被罚款，每天都活在那种被罚款支配的恐惧中。我们现在到这个熟市中心的门口了，算是这边主城区里面最大的一个食堂哈。不知道这个市场位于这么繁华的地带，它的消费会不会很高呢？我们去里面感受一下，我们拿100人民币感受一下新加坡的物价吧。涛哥、于大哥，你们想吃什么随便点啊！今天全场消费由费女士买单。特别请客。就这边吃的是有华人吃的，还有马来的，还有印度吃的哈。那个桌子下面还有一只鸽子哎，那个鸽子在到处走路，在觅食。于大哥，鸽子是不能喂的是吧？这边是不能喂的。喂的要怎样？罚钱还是坐牢？要罚款。那我就在想，如果我们正在吃饭，突然鸽子过来了，把我们的饭吃一口，这个算不算我们喂的？不算。这个就不算，不算，这个不算。所以真的是新加坡不养闲人啊！这个鸟也要自己自力更生去找吃的，不能被人喂，不能当只闲鸟。新加坡不养闲鸟。先转一圈，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最后我们再决定吃什么。因为真的有点眼花缭乱在这儿。萝卜、福建虾面，蚝煎，这个出名的。哦，这个台湾也有啊。蚝煎台湾跟这里的不太一样啊，它粉比较多。它是鸡蛋和那个鸡蛋粉，蛤蜊对。蚝不是蛤蜊，那个叫蚝。对。这是肉骨茶咯，你看这个肉骨茶它们是黑色的噻。杂菜饭。刚刚看到那种叫杂菜饭。你看这个3个素菜的3块9，然后2荤1素4块9，这个是3荤1素6块5，我觉得它这个还挺便宜的。对。这种算是食阁吗？可以算是食阁，但是它的没有冷气的食阁了。就商业区的商业。蛋炒饭是6星，33左右人民币一个蛋炒饭。新加坡物价还是相对要高一些的。这个就是那种炒菜。一盘一盘的。一盘一盘一碟碟。12星。12星，这个10星，这个12星。这豆苗。素菜。新加坡的素菜很贵是吧？都是进口的。对，有些是用芥兰是用那个北京的。因为我发现这个地方，你看它的素菜和荤菜是一个价，对，莆田荔枝肉也是12，这个应该进口的，炒芥兰也是12，对，就它的那个绿色蔬菜还是挺贵的。越南的牛肉粉这里卖7.9星，比越南能贵3倍，贵3倍啊！对，前面好像是那个中国的餐，你看麻辣香锅，对，还有上海小笼包都在。这个地方虽然在这个市中心的繁华区，但是它的价格还是比我想象的低很多的啊。这全世界美食都有啊，几乎都有。菲律宾和那个韩国的料理，这个土耳其的。这土耳其的哇，大烤肉，土耳其烤肉，烤爸爸。烤爸爸，对。在这个餐厅里见到本次旅程最便宜一个是2块钱的炒粉啊。我想过去瞅一眼，2块的炒粉长什么样子？看起来就是还不错，只是它全是主食，没有那个菜和蛋少一些。但是2块钱已经很便宜了。我们刚刚说用100元人民币挑战一下新加坡的物价，已经提前宣告结束了。这里的物价呢，还是在这个闹市区相对比较平价，但还是比中国肯定贵很多的啊。我们这个100元，出师未捷身先死，已经提前结束了。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午饭，我这个就是那种那个叫杂菜饭，然后我要的是2荤2素，这个是6星，这个是海南鸡饭，这个这个套餐下来是9星，然后3个饮料这一罐饮料是2星。3个一共6星，所以我们总共是花掉了21星，差不多是110多人民币，已经是超支了。本来还想着这个100元挑战计划可以拍到10分钟以上那么久，其实也就短短的1分钟，我们这个视频就可以结束了。哔。吃完饭了，在新加坡这边啊，就这种类似食阁的地方，于大刚刚跟我们讲哈，一定要把这个
吃过这些餐盘，还有这垃圾收回去的，要不然会罚款哈。对，我们每天都在被罚款的对支配着。我们这2天在新加坡游玩啊，出门主要的交通方式就是公共交通，以地铁为主。那为什么我们在新加坡不打车呢？因为这里打车实在是太贵了。那新加坡打车贵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车贵。当然了，新加坡的这个油价也比中国贵，但没有贵那么多，主要是它的汽车售价比较贵。现在我们放眼望去哈，这个停车场停的所有车，包括马路上飞驰而过的这种车，随便拉出一辆来，价格都在100万朝上，人民币100万啊！就现在大家看的这个什么丰田呀、本田呀、奥迪呀、宝马呀、现代啊，随便什么都是100万朝上的。新加坡的车为什么这么贵呢？因为在新加坡呢，车价是由2部分组成的，一个就是车本身的价值啊。新加坡的这个车的价格普遍是在我们中国的3倍。差不多，也就是说呢，我们国内卖10万的这种小排量的车，这里就需要差不多30万人民币。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拥车证。拥车证呢，在新加坡可以说是持车的一个非常大的成本了。这个拥车证的价位有2档啊，一个就是 1.6 排量以下的拥车证是8万新币，1.6 排量以上的拥车证是10万新币。也就是说呢，无论你买什么样的车，最起码你都要付出大概50万人民币的这个持车的这个成本，拥车证。这样2部分加起来的话呢，50、60万的拥车证，再加上国内10万车这里卖30万。这样不就90万了？就基本上这种最便宜的也要90万，接近100万。当然，像这种贵的这种 BBA 什么的，比如说宝马3系吧，在新加坡的售价是25、6万新币，这样2部分加起来就超级贵了。一辆宝马3系在这里可能会相当于150万人民币，这么夸张。都说新加坡的水和饮料特别的贵，我们现在来711看一看这边的水有多贵。看了一下，不太能买得起啊，像这种果汁都要3.2新币，下来就16、17块钱。哦，真的哦，还蛮贵的。来看一下纯净水哦，这里有便宜的，相对便宜的，这个2.1块是最便宜的，一瓶水大概是11块多人民币。然后这里贵的水有3.1块的，还有4.2块的纯净水，下来就一瓶20多。最便宜的要12块钱，13块钱。对，最便宜的要11块多，不到12。大水多少钱？太贵了，大水我看这个便宜的是3.5块，3.5块就是也是16、17块，然后这个还有6块多的，6块多的要人民币30多，一个1.5升的水。来看一看新加坡这边的可乐多少钱？雪碧啊，都是2.5新。都是2.5。2.5现在大概13、14哈。可乐都喝不起了。我觉得我们必须得全款拿下一个2.1的纯净水，这个符合我们的气质。小的三明治都要4新，20块钱。我们现在在新加坡的圣淘沙岛，这里也是很多游客来新加坡旅游一定会来的一个地方。圣淘沙岛呢是新加坡除了本岛之外的面积第3大岛。那很多游客来这里呢，都是奔着岛上的环球影城来的，因为呢，圣淘沙岛有着整个东南亚唯一的一座环球影城。但是我和文涛来这里并不是想着去影城玩的，而是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地，那就是亚洲大陆的最南端。从新加坡本岛到圣淘沙岛一共有3种交通方式。第一种就是步行，从一风城呢到这个岛上有一个大概700-800米长的一个栈道。那第2种方式呢，就是从一风城那里有一个缆车，那个缆车是最舒服的，还可以看风景。但是有点贵，它这个票价在不同的购票渠道上买是不一样的，但是平均下来呢，应该是在150到200人民币之间，还是蛮贵的啊。一个人如果一家4口的话，不就要花小1000了吗？那第3种交通方式呢，就是我们俩选择的坐捷运上岛啊。这个捷运票呢，也是在怡丰城那里买，这个就比较划算了，一个人只需要4新元，也就是人民币大概22块多一点，并且是往返的。而且呢，坐这个捷运上岛之后，岛上的这些捷运还有不同的站点都是可以免费乘坐的，也就是说，只要买了一张票，它是个通票，岛上的整个交通都是免费的，这样还是很划算的啊。那现在我们已经坐着捷运来到了，这里是捷运的最后一站，叫做沙滩站。我们从这儿下车呢，到我们要去的这个亚洲大陆最南点还有大概800米吧，可以步行，也可以选择坐那个摆渡车。我去前面看一下那个公交车怎么坐啊。我和佩佩现在搭乘这个 shuttle bus 去亚洲大陆的最南点，好激动。这是我们要坐的吧？ 对 Beach Shuttle。但是我们前后都是
印度的帖子，今天要带大家去过一个吊桥。这个吊桥看起来平平无奇啊，其实这个吊桥的前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但这桥首先不好过呀，太窄了。太窄了吧？这个桥看起来有点危险，实际上呢，一点也不安全。你看它晃的哦，差点给我甩下去。过了这个吊桥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亚洲大陆的最南点。我刚看了一下经纬度呢，这个地方是北纬1度14分53秒，东经103度49分。北纬1度啊，大家记住，这里就是亚洲大陆的最南点。我们终于打卡成功，打卡完亚洲大陆的最南点，我们现在来到了新加坡海峡的边上。在这里呢，我们跟大家继续聊一下新加坡建国之后的历史哈。之前呢，我们有说过，新加坡在1965年被迫脱离了马来西亚联邦独立，至今呢也就60年的时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在新加坡刚刚建国之初呢，其实面临的开局非常的差，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并且呢，国家当时是一穷二白、贫穷落后的局面。但是呢，李光耀总理很好的抓住了亚洲经济腾飞的机遇。我们知道呢，新加坡虽然小哈，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却十分的优越，这里是亚洲海上交通的十字路口，连接了东亚、东南亚、南亚次大陆和大洋洲。我们面前的这一片水域呢，就是新加坡海峡，它是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那马六甲海峡大家肯定都不陌生了啊，它是这个中国、日本和韩国最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是整个的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生命线。那马六甲海峡其实是很长的，它的全长达到了1080公里，其中呢，在这个最宽处西北部那个地方有370公里最宽的点，然后最窄就是在这里了。新加坡海峡这里呢，最宽的地方也就30多公里，是来往船只这个必经之处，这里每日来往的货船还有商船可以说是络绎不绝。我们都知道哈，东亚发展经济所需的原油大部分来自于中东，而新加坡海峡这里就是运输原油的货轮的必经之地。李光耀呢，他并不满足于只是收取这些过往船只的过路费。他在这个新加坡本岛之外的离岛建了很多的炼油厂，对这些原油呢进行一个初步的加工和提炼，之后再销往东亚地区，赚取更多的附加值。同时呢，新加坡又大力的吸引外资，发展了一大批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再后来呢，新加坡又大力的发展金融业和旅游业，成为了亚洲的金融中心，创造了独属于新加坡的经济奇迹，成为了当今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宝子们，你们看前面这些货轮，各种各样的轮船都有啊，有集装箱船，还有一些游轮，还有一些货轮哈。大家看到这些货轮，看到什么呀？我就想到哈，在几百年间啊，无数的船只都从这里经过。像我们明朝的时候，有郑和的舰队从这里驶往非洲，然后之后呢，又有荷兰，又有葡萄牙，又有西班牙无敌舰队和英国的无敌舰队在这里殖民，沧海桑田啊！这个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一直在这里看着这段历史。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呢，我觉得新加坡海峡已经不仅仅是亚洲海上交通的十字路口了，它已经是整个这个世界的十字路口。对，感觉连接2个半球啊。新加坡被称为花园城市，最关键的就是城中的滨海湾花园。这座花园造价50亿人民币，是新加坡这座花园城市中最闪耀的一处点缀。我们圆梦体验到了50米高的超级树，也走进了侏罗纪公园的世界。虽然是人造景观，但更称得上是一处人造奇观。玩文明的朋友可能会说奇观误国，但现实中奇观也可以兴邦。可惜物价太贵，3瓶可乐花了50元人民币。滨海湾花园目前已经接待了1亿人次游客。下面我们一起走进现实中的侏罗纪公园。新加坡真的太热了，宝子们，你们如果以后来新加坡玩啊，一定要把水分补足了。这是我和狒狒今天第一天在新加坡真正的游览哈，大白天的，怎么样感觉？生无可恋，中暑了。大家以后一定要避开12点到下午4点的这个最热的时间段，尽量在早上的7、8点就出来，然后11点多可以回酒店去午休，再到下午这个点5点多再出来，再玩个3个小时到天黑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跟我们一样那么傻。下一个景点叫做滨海湾花园，从鱼尾狮到那里一直是沿着这个滨海湾林荫大道走的，这里超凉快。因为前面有水嘛，一直有那个海风吹过来，而且呢，大家看哈，它这些亭子到处都装的这个巨大的风扇，就一直有风，而且这个树呢也年代比较久，
一直在林荫小道里面走。对，这个室外还有风扇啊。是啊，你没有发现啊？新加坡这个大风扇是到处都有。对，室外、室内吃饭的食阁，还有一些这个室内的一些那个活动的地方啊，全都有。而且包括我们去地铁的路上，你记得不？晚上的时候，它那个上面走廊上面都有灯的。是啊，我们上次在樟宜机场也看到了，比这个还大2、3倍的巨大的风扇。我觉得新加坡这个基础设施真是没得说啊，发达国家就是不一样。就感觉到从这些细节能看出来，一个发达国家它对人民的这种关心哈。对，还要告诉大家一点哈，就是新加坡虽然说是一个赤道的热带国家，这里的气温是30度，将近40度，而且湿度很大，比较湿热。但是我们来新加坡已经第3天了，我们没有被蚊子咬过，我们压根没有见过蚊子。这是因为文涛告诉我说是新加坡的政府他们会往下水道里面到处去撒这个蚊子药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防蚊的措施。对，所以我们来了之后，天天穿的短袖短裤，但是从来没有被咬过，这点要大大的点赞啊！尤其是在绿化这么多的情况下，没有被蚊子咬，那就很难能可贵了。水又多又临海。于大哥，是因为政府有做一些驱蚊的设备吗？是吧？他们现在有一个我所知道他们有放一种雄蚊子，那雄蚊子去感染那个跟那个雌蚊子交配过后了后，它就不会产那个结节。于大哥，你这个我以前在我们那个意林上和读者文摘上都看到过。读者文摘。所以说，意林和读者文摘并不完全是骗人的，是吧？啊，也是有对的地方。这是什么 ？Hello Red， 好像是下一个 app 叫 Hello Red。你要下载它的 app。哦。这个真的好像中国的那个 Hello 单车呀。我估计是这应该是同一款的，就是说在不一样的。哦。下载这个 Hello Red 吗？对。啊，然后可以支付宝付款。好，谢谢。好方便，谢谢。我就感觉这个小蓝车特别眼熟，跟哈罗一模一样的。刚刚那个应该是本地美女，她跟我们说让我们下载一个APP， 然后就可以骑了，可以用支付宝付款，还是很方便的啊。前面有个 City Tour 的巴士，哇，刚才于大哥给我们讲，这个也要30多新币啊，妈呀，快200块钱人民币了。但是它好像就是一天之内，你可以在固定的点随意上下。好滋的，你们看我们前面这个赛道看起来平平无奇，其实是 F1的赛车道，老厉害了。哦。上面这个灯啊，于大哥我们讲，这个灯就是 F1跑的时候用的灯是吧？对。哇，厉害啊！嗅到了好的气息。对 ，F1 新加坡大奖赛站有这一站的。全世界夜间赛。哦，夜间赛。夜间赛，F1是夜间赛。怪不得有这么多灯啊！我们现在去那个滨海湾公园啊，于大哥带我们走了另外一条不一样的路，就是穿过这个金沙购物中心。我们现在已经进了这个金沙的建筑内部啊，这里面购物的地方很多奢侈品牌什么都有啊。这还有一家喜茶，然后楼下呢有一家面包新语。面包新语我们国内的朋友应该见的比较多哈，其实它是一个新加坡的品牌，在国内卖的也挺好的。金沙里面其实是有赌场的，新加坡其实是不支持本国人去赌博的，所以如果本国人想来这里玩，是需要缴纳高额的费用的。而这里游客来玩的话是不要钱的，就是不需要手续费，但是在里面输赢自负喽。对。所以说呢，新加坡还是一个很有原则的地方，就是说我既要赚钱，但是又要保证本国的秩序。全是我们买不起，甚至看都不敢看的品牌。对，香奈儿。那里应该是赌场了，它叫做娱乐场。新加坡赌场有这么多人，都在排队进的。太夸张了，他们好像在排队 ATM 这样取钱，应该是扩充一下这个基本盘是吗？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滨海湾花园啊，这里是这个金沙这一栋建筑的6层，这里有一个长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远处的风景啊。新加坡其实因为面积小嘛，所以它的市中心呢离这个边上的海洋特别近。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到，远处就是深水港码头，离我们特别近的那个白色的建筑，它其实不是一栋楼，它是一个游轮，超大的。对，这个游轮看不清有多少层，但是起码在10层往上了，对，真的好大。然后这个游轮的往左边去。那个方向就是集装箱的货运码头了，再往后面看哈，这个隔了一个海峡，然后那一边郁郁葱葱的地方就属于印度尼西亚了。是的。所以在新加坡非常市中心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其他国家了。
那个马来西亚那边新山也是一样的，从新加坡过去很近就进入马来西亚了。这是真的吗？李大哥是真的吗？是真的，绝对是这个，这是。哦，我们好像也就在室内见过一次真的假的，其他的都是真的。是的。哎，前面应该就是那个花园了哈。对，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其实我们现在的位置是6层楼高，已经看到的是它的树冠的部分了。是。所以可以想象一下，一会儿我们下去之后，从1楼往上看会特别高，参天大树。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这个的时候是15年还是16年，看优酷一个节目叫《旅行制造》，当时就说这是世界上最美的10大花园之一。哇，我想多漂亮啊！今天终于到眼前了，还是很壮观的哈，至少它很大啊。其实想想这趟来新加坡，圆了我们很多梦啊，包括这个鱼尾狮啊，这都是以前我们在电视上、书本上看到的。当你真正站到跟前的时候，你就有那种终于圆梦的感觉。是。我们现在已经走到跟前了，真的是郁郁葱葱啊！大家可以看到呢，前面的那些很高的一个树冠啊，中间是有一个空中的连廊连接的。那个听说是免费的，其实这一大片儿几乎都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只有2个室内的那种展馆是要收门票的，门票好像是30新、20新还是30新？对，反正就快200块钱吧。我们等一下呢就要下去，它那个进水的那个栈道也可以走，从下面去看，也可以顺着梯子爬上去，从空中连廊去看。我觉得还是很美的啊，很壮观。你看这个大的这个树冠哈一样的，好漂亮啊！除了那个之外，下面的这些树也都是郁郁葱葱的，而且高度应该是达到了5到6层楼那么高。太酷了，太好看了。本来我们今天在这个，大家看一下我的身后，看看这个方向啊，全都是各种各样的金融中心啊，各种总部啊，世界什么各种总部。在这种钢筋水泥中穿梭的时候，还没有太感受到什么叫花园城市，但是仅一路之隔，我们过来之后，这里就已经很能感受到，太美了啊！对，感觉进入侏罗纪公园的世界了。而且好美啊！而且有一点跟大家讲哈。这2天我们不管在地铁里还是在很多商场里，总能听到侏罗纪公园那个音乐主题曲，配乐，感觉是新加坡把这个版权买下来了哈，全城在放啊，全国在放。我们现在已经走到这个超级树的下面了，这一棵好像是主树，周围的一圈算是副树。对。我们走到跟前才发现呢，它这个空中的走廊是要收费的，但是不贵哈。新加坡本国居民成人好像是10新元，我们外国游客是14新元。也就70、80块钱，但是我觉得上去也没有啥意思，因为这种参天巨树，我觉得从底下看好像更壮观一点。这种走廊其实挺短的，从这条树到那一边也就不到100米的样子，挺短的。那也挺短的。最主要原因是还是因为我们穷啊，没钱啊，这是主要原因。我们在这个滨海湾公园买一个喝的，还是个自动售卖机啊！这一台竟然还有微信、支付宝。现在我们拿这个支付宝买吧。涛哥选了一个可乐，无糖可乐。给大家看看多少钱？这个可乐还是蛮贵的。新加坡不养闲人啊，真的很贵啊。给大家看一下啊，现在涛哥在付钱，马上答案揭晓。哇哦！16.83，3新，就一个易拉罐的可乐，大概300毫升吧，是300克，就这么一个小可乐啊。还有他们这个水也是17块钱，对，我买了这个是纯净水，这个一瓶也是3新币。还有大哥这个运动饮料，也是哇，统一售价都是3新币。3瓶水50块钱哈，基本上就是。对，挺好。 3瓶水50块钱了。新加坡不养闲人啊。在这个滨海湾花园啊，大家能看到很多巨大的树哈，但是这些树它不光只是给大家用作一种景观来观赏的，它有一种另外的功能呢，就是收集雨水。大家看上面那个穹顶，他们会收集雨水之后呢，收集到中间，然后再灌溉这些植物。这就是新加坡这边引以为傲的一个水循环、水再生利用系统。其实呢，之前新加坡的一个水自给率是很低的，很大一部分要依赖进口，主要是从马来西亚进口。但是新加坡呢，意识到这个水的这个自主性还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呢，新加坡一是这个海水净化，还有雨水收集，以及就是还有少量的进口。现在新加坡的这个水自给率应该是已经达到了60%到70%了，还是很厉害的。因为在这样一个
面积比较狭小的、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家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很棒了。对，而且大哥刚跟我们讲啊，就是这种海水的淡化啊，也是新加坡为首的几个国家他们先开始研发的。对，这个技术是很先进的。今天晚上我们特别幸运啊，这个滨海湾花园呢，每天的晚上7点45和8点45各有一场灯光秀，然后在周六、周日和周一的晚上8点整又加一场这个极光秀。今天正好是周日，我们2场都看到了。其实呢，这些参天巨树除了可以收集雨水来灌溉之外呢，它的这个灯光秀还有极光秀的电力也是白天用太阳能发电的。现在我们看到像这个树冠啊，它的最顶处最高那个白色的穹顶里面是分布着太阳能的这个电板的，所以呢，这个其实是很环保的。晚上看着好像用了很多电，但其实都是这种新能源的。那跟拜拜，辛苦了，谢谢大哥。我们和于大哥又愉快地玩耍了一天啊！今天这个新加坡将近40度的高温天气下，只有真爱才能约得出来。于大哥是主动提出要给我们担任讲解，我们真的太感动了。于大哥这个脸最后分开的时候，我看已经晒红了，完全晒红了，感觉很快就要脱皮晒伤了。我们刚刚从这个地铁站分开了，我们俩现在已经出来了。跟大家说一下，在新加坡坐地铁的价格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今天是坐了3站，刚刚扣掉了我1.6新元，大概是9块钱人民币。前几天呢，我们从机场过来的时候，坐了大概有个6、7站，是扣掉了2.5新币，大概是14元人民币。其实还是蛮贵的啊，3站9元，6、7站是14元，平均下来每一站都是2块多，将近3块啊，还是挺贵的。这样的话，你要是坐10站路，不就是20、30块人民币了吗？不便宜啊，真的是再感叹一句，新加坡不养闲人。